角看韩国美食节目，韩式新年料理，看完竟然不知道到底是年夜饭还是扶贫餐。我是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我们来到全罗北道的义山市，主要是来体验一下全罗道特有的新年氛围。在这片方圆10里的土地上，这里的人民沉浸在新年的节日氛围中。朴大婶早早的升起了火，架起了锅，准备迎接城里孙子们的到来。孙子们在这一天齐刷刷的来到奶奶这里，奶奶也早早的准备好了制作料理的各种食材，只等着媳妇儿过来一块收拾。随后奶奶就和媳妇儿们一块收拾着清晨才在地里薅来的野菜，让媳妇儿清洗干净，再用手使劲搓揉，这样更便于入味儿。奶奶则把海雀干腌制的大酱用水调开，然后在里面放入提前1晚泡好的糯米，再把清洗好的野菜一起炖煮，就成了美味的海雀干大酱汤。之所以做这道粥，是奶奶觉得呀，城市里的孙子们一定不缺吃喝，肉啥的一定吃烦了，才特地做了这道以前只有生病了才能吃的美食。孙子们只尝了一口就让妈妈们吃了，看样子是没有领悟到奶奶的心意。随后孙子们就背起了奶奶玩，这么温馨的画面一定要用我新换的手机记录下来。孙子们和奶奶在那边玩着，妈妈们则又做起了美食。由于在婆婆家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肉，于是只能拿了几个红薯削起了皮。婆婆看到后则是站在旁边监工起来呀，生怕媳妇儿们切多了。切成块的红薯放在大米里一块蒸着，半个小时后美味的红薯米饭就做好了，给孙子盛上一碗。孙子们吃了直夸又甜又马西骚。紧接着奶奶又带着孙子来到后院的秘密基地，这里藏着奶奶精心腌制的泡菜，看得出来奶奶确实很疼孙子，直接给孙子凿了一块最大的萝卜疙瘩。孙子也是很给面子，拿起来就啃，虽然略微有点硬，但是奶奶疼孙子的心却是真的。孙子在啃萝卜，奶奶在旁边笑，这大概就是世界上最令人动容的祖孙情。这边妈妈们又切了辣白菜，把辣白菜切成小块，然后一股脑的倒入锅中，再把揉好的面团捏成薄薄的小饼，撕成小片扔到辣白菜汤中。看似简单的韩国面片汤，实则是韩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的家常汤面。它不仅是日常饮食中的温暖符号，也是节气与仪式中的文化角色。比如在中秋节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家庭祭祀中，会将面片汤作为贡品之一，象征着对祖先的敬意和对丰收的感恩，同时还是地域特色与饮食文化的缩影。所以韩国面皮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，是韩国人家庭情感的纽带，传统习俗的载体和地域文化的缩影。最后再把蕨菜用辣椒面调拌均匀，然后倒入锅中炖煮，大概1个小时后就成了一道包含爱意与亲情的珍贵菜肴。这样一顿韩式料理在新年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